皇上，此事迟迟没有结果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宋先生可就走了。是啊，皇上，3年前与北狄的谈判中，八王爷大获全胜，可见是个谈判高手啊。此番一定也会有办法的。他们口中的宋先生名唤宋秋实，是一位能力超群的隐士。若是能入朝为官，必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。可惜他无心官场，这些年已经拒绝了朝廷好几次。若是被其他国家的人招揽，那对西凉就是莫大的损失。老八，你意下如何？父皇，儿臣并非不想为父皇分忧，只是儿臣双腿还未恢复，这么去见宋先生，只怕不够尊重。皇上，老臣以为宋先生心胸宽广，不是那种只看外在的人。父皇，儿臣也以为如此。这些人把他吹得天花乱坠，分明是在捧杀他，就为了等他任务失败看笑话。好，那此事就交于老八吧。午膳后，两人就出发了。云痕上前敲了半天的门，才有人姗姗来迟的过来开门。阁下就是宋先生吗？在下萧莫恒。又是你们这些当官的，滚滚滚！我宋家门第低，不配招待你们这些达官显贵，别来烦我了，行不行？大胆，竟敢对王爷无礼！不想听这种话，就赶紧离开，去找那些会阿谀奉承的人。你……云痕都快气炸了，正要开口，却在此时有个女子急急忙忙的跑了过来。先生，宋先生，怎么了，小菊？平儿又发病了？是啊，小姐一直念叨着您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位宋先生怪怪的？他对朝廷有怨气。没错。宋秋实赶到隔壁那户庭院，放开我！只见一个30多岁的美貌女人被绑在床上，明显神志不清，却又满眼恨意的瞪大了眼睛，不断的挣扎着。平儿，别怕，我来了，没有人会伤害你的，你好好睡一觉好不好？滚开！放开我！白平儿挣扎得更狠了，见他不肯放手，直接一口咬在他的手臂上。先生，您放开小姐吧，不然小姐清醒了，见您受伤，一定会内疚死的。我不想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些，他还是心疼我的。你看，他今日咬的就比上回轻了许多。他当然可以绑着他，冷眼旁观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恢复理智。可他不忍心。可是宋先生这样只会让他的病情持续恶化。一道清亮的女声骤然响起，打破了屋内沉闷的气氛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马上给我出去！宋先生，你没听到王妃的话吗？再这么拖下去，你怀里这女人的病情只会不断恶化。她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怎么恶化？当然呢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儿姑娘偶尔还是会恢复理智的吧。可若病情继续发展下去，她清醒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，或许哪天就彻底疯了。即便这样，宋先生也不愿让她就医吗？哼，八王妃说的轻巧，可这种病又哪是随便一个大夫就能治好的？他不是没找过大夫，这么多年他遍寻名医，甚至有一次他忍着仇恨让宫里的太医为平儿看过病，可最终谁都没有办法，所以他打算带着他离开西凉，去别的国家碰碰运气。这么说来，宋先生不是不愿让他就医，只是一直没结果。刚好我治过这种病，不管宋先生对朝廷有什么意见，现在的我都只是一个大夫，让我看看他好吗？宋秋实面露震惊。先生可以放心，看诊结束以后，若是你不愿意，我和八王爷绝对不会留下，更不会用这样的小恩小惠胁迫你入朝为官。这话算是彻底解了他的后顾之忧。宋秋实终于往旁边让开一步，俯身一揖：那就有劳八王妃了。滚开！沈清一没办法靠近，便不能给他探脉。记着，给我一支镇静剂。消毒之后，一针扎在了白平儿手臂上。转瞬间，原本狂躁的人就平静下来，昏睡过去。和他预料的一样，平儿确实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只不过精神病也分很多种，平儿不是抑郁症，而是狂躁症，还伴随着幻觉、妄想、情绪障碍等症状。怎么样？先生认识他的家人吗？他家族是否有人患过类似的病啊？没有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抱歉，八王妃，这是平儿自己的事，没有经过他的允许，我不便相告。不要紧。平儿，你醒了。我这疯病当真能治吗？有60%把握，但心病还需心药医。
这个道理想必平儿姑娘也懂。好，我可以把我的事告诉你。平儿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但我相信八王妃是个好人，就算她帮不了我们，也不会害我的。施周宴当日，他也去了现场。他看得出来，八王妃对百姓的关心不是演戏，而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他相信他。八王妃，你可知道镇南王府？皇后的娘家？对，8年前的花灯会，我在街上偶遇了镇南王府的小王爷，也就是当今的国舅爷陈楚林。表面上他是个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，满腔深情地说着对我一见钟情，还整日去我家中拜访。偏巧我的家族存着攀龙附凤的想法，便不顾我的意愿，无名无分就把我送进了镇南王府。当时我也只是不愿，可到了镇南王府才知道，这个陈国舅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。他的府中关着几十个像我这样的女子，全都是他贪图美色抢回来的。高兴了他就哄几句，不高兴了就对我们非打即骂。大理寺所有的刑罚，他全都在我们身上试过一遍，每一个人都是遍体鳞伤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把我们10几个人关在狼窝里，眼睁睁看着彼此被狼撕咬，好几个姐妹被狼啃得骨头都不剩。我也是侥幸才被他放了出来，可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恐惧，拼了命的往外跑。其他的姐妹也不是没逃过，可是鲜少有成功的，而若是失败，面临的后果就是无数折磨人的刑具，所以大多数人甚至不敢动逃跑的念头。就连他也是因为跑出来遇到宋秋实，才死里逃生被他救走。他是他的贵人，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可他只是一个疯子，怎么配得上他呢？所以这么多年他始终没有接受他。可恶，没想到陈国舅表面衣冠楚楚，背地里竟是这样丧尽天良的畜生。平儿姑娘，你就没想过报官吗？官府怎么可能管这种事？那可是镇南王府的小王爷，当今皇后的亲弟弟。八王妃，你说心病还需新药医，我认同。可如今你听了平儿的经历，还觉得你能治好她吗？这样的新药是不可能弄到的，没有人会傻到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得罪皇后。或者我应该换种问法，你还觉得他值得救吗？沈清一微微抿住了唇，他最初来找宋秋实，只是为了劝说他入朝为官，归根结底，他只是想帮萧墨恒完成任务。可现在，若是他继续插手这件事儿，就代表着彻底与皇后为敌。秋实，当官的不愿为百姓办事，那是他们没有尽到为官的本分。你可以怨他们，可八王妃本就没有义务为我们做这些，你不该说这种话。其实道理他又何尝不懂呢？只是如今八王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，他嘴里故意说着狠话，心里却希望八王妃能够反驳他。知道，像陈国舅这样的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不管是为了平儿，还是为了其他受害的女子，我都不会坐视不理。他不是正义使者，但他想遵从本心。王妃好样的！八王妃此话当真？王妃，白平儿也震惊了。当真，这是平儿该吃的药，你照说明给她服用，记得观察她的反应，如果没有什么不适，过几日我会开新药给她。好。秋实，你别这样。对不起平儿，我就是个自私的人，我只在乎你能不能好起来。若是你的身子痊愈了，那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会报答八王妃的。可现在我只在乎你。那先生可要记住自己说的话呀。今日我们先告辞了。八王妃放心，小菊送客。是。可是相比所有人的满意，有一个人脸色却始终很难看。八王爷，您瞧，宋先生都答应为您做牛做马了，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答应的是你，更何况他答不答应都是小事，本王更担心你的安危。好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你换个角度想啊，如今你能走路了，皇后本来也不会放过我们，与其等着对方出手，不如趁对方反应过来之前，先干掉对方一员猛将啊！说的轻巧，陈国舅是你随便能干掉的？这个嘛，我自有办法。皇宫，陈国舅正借着探望的名义来向皇后禀报宫外的事儿。你是说他们进去了很久也没出来？是，我派去的人亲眼所见。从前朝廷派去的人不都被宋秋实打出来了吗？为何今日却让老八进门了？哎呀，放心吧姐，我会查清楚的。绝对不能让他办成此事。是。等等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少干点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否则皇上那边我也兜不住。
臣弟明白。3日后，花灯会，萧梦恒下朝之后就被景帝叫去了御书房。宋秋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父皇，儿臣正在与宋先生详谈，不过他似乎有什么顾虑，不愿与儿臣交心。你做得不错，再耐心点，不管他有什么顾虑，尽量满足他。是，父皇，正好今日是民间的花灯会，若是父皇有兴趣的话，不如带上皇后娘娘一起去凑凑热闹，如何？行。大街上四处都是五颜六色的花灯，还有美人环绕，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3道身影惹人注目。王妃，您今日实在太美了，您看，好多人都在看您呢。你也很漂亮啊，来了。王妃，就是他吗？没错。对不起，这位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姑娘没事就好，都是在下的错。那小女子就先行告辞了。姐姐你怎么了？脚扭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又不是本地人，都没地方能让姐姐休息片刻。3位小姐不必担心，若是你们没地方去的话，不如跟在下回府休息片刻，正好也让在下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。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了？当然不会，本来就是在下和小姐受伤，若是小姐不愿给在下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在下一定会内疚死的。那好吧。老八，多亏了你要朕出来，否则朕也见不到民间这般美景。多亏父皇治国有方，百姓们才能如此安居乐业，享节日欢愉。你这嘴也跟你媳妇儿学坏了吧？对了，你媳妇儿怎么还没到？王爷，不好了，王妃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有没有找附近的人问过？回皇上，属下已经让人去打听了，怎么样？回云统领，据一旁的百姓说，一位40多岁左右的男子将王妃带走的。王妃不愿，可那男子带了很多人，还专门带了几顶金色凤凰图案的轿子出门，强行将王妃带走了。金色凤凰，放眼整个京城，敢用金色凤凰图案做轿子的人，只有镇南王府。镇南王府，陈楚林把沈青衣带回了王府的厢房以后，当即就变了嘴脸，迟迟不肯离去。小王爷，我姐姐该休息了，可以麻烦您出去吗？傻丫头，你都知道了本王的身份，怎么还觉得本王会听你的？小王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你们3姐妹全都收入囊中啊！你住手！不许这样对我姐姐！姓陈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竟敢这么对我们！你是谁呀？我是王妃，你敢这么对我，父皇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王妃，老子还是皇帝呢，就凭你也敢威胁到老子头上？说话间，陈楚林扬起鞭子，骤然一鞭抽了下去，但他没有躲开，因为他知道，若是不负点伤，这个现场就没有十足的说服力。我可是八王妃，你做这种事情之前就没想过皇后娘娘的处境吗？我呸！陈楚林只当他这演戏演上瘾了。本王今日就把话放这儿，就是皇上来了也救不了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然而就在此时，房门陡然被人踹开。畜生！你在干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您听微臣解释啊！畜生！朕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微臣不知道她是八王妃啊，她刚才一直戴着面纱，微臣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以为朕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刚才朕在门外，分明就听到了她不停地与你表明身份，可你是怎么说的？更何况，就算她不是八王妃，难道你就能强抢民女，不顾他们的意愿，行如此猥亵之事了？你这个贱人啊！本王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害本王？沈清一心底冷笑，为什么害他？当然是因为他干的勾当已经人神共愤。小王爷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难道我和我的丫鬟是自己闯进镇南王府的？难道他们的衣服都是自己扯坏的吗？难道我身上的鞭伤是我自己打的？为了陷害你，我们连女子的清白也不要了是吗？陈楚林，陈楚林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，他刚才分明只是扯了他们的腰带，什么时候弄成这样了？他忽然看向了皇后，
皇后娘娘，微臣嘴笨不会说话，您帮臣弟劝劝皇上吧。这个臭丫头，从前我对她这般好，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反咬一口。皇上，怎么，你还真想帮她狡辩？臣妾不敢，只是臣妾有2个疑问。第一，您说八王妃为何会和她的婢女穿一样的衣裳？您不觉得可疑吗？第二，您当真觉得楚林会这么蠢，招惹到八王妃的头上吗？景帝眼底闪过几丝复杂，沈清一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不得不说，皇后的攻心之法还是起了作用的，但他也早已做足了准备。晨曦和琥珀梨落穿一样的衣服，是因为今日花灯节美女如云。晨曦与八王爷约定，看他能不能在这么多女子中找出晨曦。难道皇后娘娘连这也要责备吗？而且小王爷还说，若是晨曦不听话，就把我们关去一间名唤清香院的院子，里面关着各种各样不听话的女子。只要晨曦见到他们，就再也不敢生出任何反抗逃跑之心。若是父皇和皇后娘娘不信，可以亲自去看看呀。来人，带路，朕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地方让人不敢再反抗和逃跑。皇上，滚！很快就有人带着他到了清香院。偌大的院子里关着几十上百个貌美的女子，可她们全都只穿着胸衣和底裤，没有任何尊严可言，身上还到处是鞭打和灼烧的伤痕。不用说也知道，她们曾经遭受过怎样恐怖的迫害。陈楚林这个不折不扣的畜生，竟然做出这种非人的事儿。父皇，今日晨曦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，你和皇后娘娘可以不管。可这些女子，她们都是西凉的百姓，都是您的子民啊！她们也有父母兄弟，有深爱着他们的家人，难道只因为他们无权无势，就要遭受镇南王府这般迫害吗？晨曦求您帮帮他们吧！畜生！来人，把陈楚林给朕抓起来，关进大牢。老八亲自去查明他犯下的勾当，不得偏私，秉公处理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还有这些女子也要好好安置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会办妥的。沈清一，本宫待你不薄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本宫的？从前皇后娘娘的招抚，晨曦都记在心里，也不敢对皇后娘娘不敬。可是，一码归一码，陈国就做出这种事，皇后娘娘既然无法劝说，那就只能由父皇来判决。好一个不敢不敬！今日之事，本宫记住了。八王爷，你打算如何安置这些女子？若是他们自愿回到家人身边，那就给他们一笔钱回家；若是他们不愿回去，便找一处院子给他们养老。好，这是最好的安排了。古代女子地位太低，若是直接让他们回家，万一遇到像平儿他爹那种卖女儿的人，那这些女子还会再经历一次不幸。多谢。谢倒是不必，不过你是不是该跟本王说声抱歉？为什么？你让本王帮忙的时候，是不是保证过绝对不会让自己受伤？否则他也不会让他以身犯险，羊入虎口。对不起啊！他明知道他是在装可怜，甚至他很可能是故意受伤的，可他斥责的话却说不出口。他拿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没有办法了。此刻已是深夜，沈清一回到房中倒床就睡了。第二天一早去了平儿家，迫不及待地想把好消息告诉平儿。我今日来是想告诉你们，陈楚林已经被抓了，他会得到应有的审判，往后平儿不必再记挂他。八王妃，你说的陈楚林是当今国舅陈楚林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外面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，你不会骗我们吧？昨日花灯会上，我故意凑到他跟前，跟着他回了镇南王府，引来了皇上。皇上愤怒不已，当场就把他抓了进去。不过他毕竟是皇后的弟弟，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，消息不会外传。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此事交给了八王爷办理，他一定不会徇私的。宋先生，你可听说过百香草？八王妃要他做什么？给平儿治病用的，药房能买到吗？八王妃可知平儿为何会去白家门口？为何？
因为平儿姓白，是白夜的女儿。白家作为医药世家，这一代的家主名唤白山，是白檀的爷爷，而白夜则是白山的亲弟弟，所以平儿其实是白檀的姑姑。难怪他前几日听到平儿的遭遇时，就觉得似曾相识，原来是因为白檀也遭遇过。这白家的老头简直是如出一辙的禽兽，根本不把女儿当人看。所以宋先生，平儿的身世和百香草有什么关系？莫非百香草是白家才有的？不是，不过也没什么差别。皇室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炼药大赛，今年的获胜者奖励就是百香草。而白家作为屹立100年的医药世家，往年他们很少参赛，但今年却一反常态的参赛了，可见他们对百香草也很感兴趣，所以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草药让给一个不受重视的女孩。炼药大赛？难道整个西凉就这么一株百香草？大赛规则上确实是这么说的。沈清怡脸色沉了几分，看来现在唯一能得到百香草的方式就是炼药大赛了。只是比赛已经进入了决赛，怎么办？白家大哥，好消息，六王爷已经把咱们需要的药材都送来了。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在研究一种不死药，如今终于有了进展。现在其他珍稀药材都已经备齐，就只差一味百香草了。炼药大赛可千万别出了纰漏。大哥放心，这比赛我势在必得，绝对不可能输的。老爷，二老爷，宫里来人了，传您2位入宫觐见。皇宫御书房，草民参见皇上。不必多礼，有什么事你自己说吧。是。而后看着那两人，眼底倏地闪过一丝锋芒，就是这2个老头，一个欺负白檀，一个欺负平儿，看着慈眉善目，实则却是禽兽行径。白老太爷，听闻白家的炼药术天下无双，本王妃十分敬佩。多谢八王妃抬举，草民愧不敢当。所以本王妃决定挑战你们。八王妃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啊。本王妃医术高明，所以炼药方面应该也不在话下，不知二老爷可敢接受本王妃的挑战？白夜都气笑了，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。虽然外界确实有传闻说她医术还不错，可医术不错不代表她会炼药啊。八王妃，最近白家要参加炼药大赛，只怕二弟没有时间与您比试。哼，炼个药而已嘛，能花你们多长时间？你们这是看不起本王妃，不愿意接受我的挑战，还是怕本王妃打败你们？白老头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就是怕我们几个知道你的实力吗？可你若是不答应，那说出去就是你们白家胆小，连这样的挑战都不敢接受。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八王妃一起参加炼药大赛，这样你们也不必多此一举与他进行比试，完全可以一次搞定。皇上，不知您以为草民的办法如何？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，不过初赛已经结束，现在想要参赛，对诸位决赛选手未免不公平，所以最终决定还是得问过诸位的意见才行。草民没有意见。草民没意见。二弟，参赛的是你自己决定吧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哼，痛快。不过白二老爷，我原本只想与你一个人比，现在莫名其妙掺和进来这么多人，倒是显得比试不那么独特了。不如我们单独开个赌注，如何？什么赌注？我若输了，便答应你一件事；同样的，你若输了，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乍一听，白夜简直赚大发了。八王妃本来就是皇室重臣，就算没有赌注，也可以对她下命令。而如今，他也能对八王妃下令。这场比赛他势在必得，所以这个赌注他也是稳赚不亏。好，那此事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，草民告退。沈清逸，你可知道朕为何陪你演这场戏啊？臣媳不知。这几年炼药大赛的第1名总是出在民间，皇室子弟连个前3都摸不着，实在是不像话。既然你非要参赛，朕便允了你。可你若是拿不出让朕满意的结果，后果自负。父皇，怎么，你是想让他别参加了？儿臣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既然是比赛，那有赢就有输，父皇怎么能对他如此苛刻？景帝气笑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八就总护着沈清一。朕可以不苛刻，他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。相信我啊！你会治病，不代表你会炼药。你没见过而已，谁说我不会？不信等着瞧。
3日后就是炼药大赛的决赛了。你们说今年的比赛谁会赢啊？当然是白家了，白家的炼药术可是独一无二的。其实顾樊两家也是夺冠热门，去年都是一线之差，险些就胜过卢家了。要我说呀，这4家都有希望，只有那个半路杀出的八王妃，简直就是不速之客，莫名其妙啊！哎呀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王妃呢？不用参加初赛就突然报名，这也太仗势欺人了，简直耽误大家时间呢。说到最后，所有人都对沈千一十分不满，毕竟只有他是走后门进来的。炼药大赛即将开始，请5位参赛选手上场。八王妃，比赛规定参赛者自带药炉，您若是没有的话，需要奴才找人抬一个来吗？不必，我带了。说罢便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，在面前桌上摆了满满一桌。老八，你媳妇摆弄的那些到底是什么？儿臣不知。皇上，老八媳妇总会给人意外的惊喜，您就等着看吧。若他当真拿不到好名次，您再罚他也不迟啊。接下来，请太医院的刘院正为选手颁布今日的比赛题目。话音刚落，便有侍卫提着5只兔子上前，分别摆在5人面前。这5只同样年岁的兔子，生长环境极为相似，现在它们都中了毒，昏迷不醒，请诸位参赛选手炼药为他们解毒。注意啊，每位选手需要炼制2颗药丸，1颗为兔子服下，1颗交予评委检验药丸的纯度，谁的药丸成分最浓醇，谁便是今年的冠军。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步，事先检查兔子中了什么毒。沈千一是最慢的，但他不是检查的慢，而是在思考一个问题：这兔子中的毒名唤飞霜，解药的炼制虽然很繁琐，但他相信能进入决赛的4人都没什么问题，所以他要怎么做才能赢得比赛呢？他想了好一会儿，忽然不知是想到了什么，眼神微亮，然后终于开始在面前的桌上抓取草药，放入天平称重，再把药材丢进器皿，整个过程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刘院长，我的药丸已经炼制完毕。不错，那你快将药丸喂给兔子吧。大约1刻钟左右的时间，兔子就苏醒了。评委，这2人竟也好了。你们也将药丸给兔子服下吧。这一次大概2盏茶左右的功夫，兔子也缓缓苏醒过来。评委，白夜和沈千一也都好了，可惜他们2个是最慢的。然而白夜的脸色却无丝毫变化，自顾自地把药丸喂给了兔子。这兔子竟然瞬间醒了过来。兔子醒得这么快，是不是说明白二老爷的药效极好？就是我们老百姓看病在乎的是效果，又不是这一时半刻。今年的冠军必定是白家了呀。沈千一就是在众人嗤之以鼻的注视中缓缓走向前，把药丸喂给了兔子。时间不断的流逝，可这兔子竟然丝毫没有要醒来的意思。什么情况？八王妃这是直接失败了吗？不会吧，他的医术不是很高吗？怎么可能连只兔子都治不好？或许他只会治病不会炼药吧。白夜愣了愣，险些没忍住大笑出来。这个八王妃，他还以为他有几分底气才敢来挑战他呀，没想到他竟然输得这么难看，这不是纯属找虐吗？景帝的脸色难看到极点，几乎就要起身离开。父皇，比赛结果还未出来，您还是再看看吧。是啊，皇上，或许一会儿有什么惊喜呢。话是这么说，他的心里却是满满的幸灾乐祸。最后的结果怎么可能再有改变呢？兔子实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元正，还不快把白夜与八王妃的药丸也拿去检验？是。检验结果都和兔子实验一致，但神奇的是，沈千一那瓶药水中的结果虽然还没有出来，但药水竟也正在和药物反应中。我还以为八王妃这药水完全不会有颜色呢，没想到还是蓝的。你们看他的兔子好像也醒了。其他人的兔子虽然解了毒，但还蔫蔫地趴在地上，一副十分虚弱的模样。可沈千一这只却已经活蹦乱跳地蹦跶起来了。你们看那蓝色！众人又是一惊，循声望去，竟是沈千一那瓶容器中的颜色已从浅蓝变成了深蓝，到最后深的都快接近墨蓝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他的药丸见效这么慢，药水的颜色怎么可能这么深呢？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不可置信，因为最初他的兔子甚至都没醒来。八王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诸位评委可是觉得兔子不醒
是因为我的药精度不够，其实不然，我只是在药丸中加了一味熏罗草。熏罗草，这是一种毒药，虽然它可以让其他草药的疗效得到最好发挥，但它有迷幻作用，容易产生后遗症。八王妃，微臣斗胆说一句，为了赢比赛不顾病人安危，并不是炼药大赛的初衷。验证放心，我们行医救人自然都是以病人为先。这熏罗草虽毒，但只要加入适量的黄连、海丹，就能中和这种毒性。可若是如此，那兔子刚才为何会昏迷？这是中和后的正常反应，并非毒性，甚至能让兔子得到最好的休息，让解药的药性在它体内发挥最大的作用。竟然是这样！刘彦正恍然大悟，短暂的歇息却让兔子得到了最好的休息，所以最终相比其他兔子，八王妃的兔子才是恢复最快的那只。没想到八王妃竟能想到这样别出一格的解毒方式。皇上，今日炼药大赛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。八王妃思维奇特，炼出了药效最好、纯度最高的药，所以今日冠军非她莫属。此话一出，人群顿时一阵哗然。好，那就由太医院代表皇室颁布大赛的奖励吧。等等，皇上，草民知道百香草是大赛的奖励，但草民的弟妹得了重病，急需百香草来治病，所以只能厚着脸皮来求皇上，能不能将这奖励换成其他的？白家愿开设医馆和药房各10间，3年之内无偿替孤苦的百姓治病，请举家之力来换这百香草。这下就连景帝的脸色也变了。白家作为医药世家，提出这样的条件，实在是让人动心。百姓们作为得益者，是绝对不会拒绝的，只要沈清一同意。白老头还真是会恶心人，若是他点头，就失去了百香草；可若是他拒绝，就是冷血无情，不顾白二太夫人的死活，甚至考虑这么多百姓的利益。他不由讥笑了。父皇，臣妾理解白老太爷救人心切，但是臣妾忽然参赛，也是想赢得这百香草，去救一个人，所以臣妾不能答应白老太爷的要求。哦，你想救的又是谁？沈清怡想了想，不能把平儿供出来，否则白家很可能会对平儿做什么，而且还会毁了平儿的名声。是宋秋实。八王妃，草民也知道宋先生这号人，可是这么多年从未听过他得病的事。您莫不是不想拿出百香草，所以胡乱编造的一个理由？白老爷这是什么话？父皇，青衣绝没有撒谎。宋先生多年来屡次拒绝朝廷的招揽，其实并非是他心高气傲，而是他身患疾病，随时可能不省人事，所以不能为朝廷效力罢了。父皇，您可还记得选食大会？怎么了？当时晨曦侥幸为八王爷赢得选食大会，拿到了矿场开采权，八王爷便分晨曦半成收益作为奖励。现在晨曦愿全部拿出来，在京城开医馆，行医救人。此话一出，百姓们顿时一阵哗然。原本八王妃阻挠他们的好事，他们都有些不满，可是现在他竟然愿意捐出这么大一笔钱。但他这么做倒也不是因为白家的逼迫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需要医馆，接着要想快速升级，就得在短时间内救更多人，但他总不能每日去街上碰运气吧。好，那就依你。多谢父皇。颁布奖励吧。白家二老的脸色瞬间难看到极点，他们好不容易才研究出不死药的炼制方法，就差一味百香草，可是现在百香草没有了，那他们的不死药怎么办啊？白二老爷，不知你可还记得先前你接受我的挑战时，我们打了一个赌？草民当然记得，不知八王妃希望草民做什么？很简单。只见沈清一走到人群的中央，从里面拉起来一个女子的手，带着那女子缓缓地走过来。平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在这里，应该在哪里呢？镇南王府吗？白夜，你曾经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要你现在立刻跪下，给你的女儿磕3个响头，从今往后与她恩断义绝，把她的母亲也还给她，别想再用父亲的身份去要挟她做任何事。白平儿震惊地看了他一眼，眼眶里瞬间溢满了泪水。混账！白夜破口大骂，甚至忘了他王妃的身份。放肆！本王敬你医术高明，唤你一声二老爷，可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区区一介布衣，
竟敢对本王的王妃如此无礼！皇上，草民无礼，是草民的错，但是八王妃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这可是草民的亲生女儿，她竟然想要草民和女儿断绝关系。周围镇静的百姓也纷纷点头。八王妃这赌注确实是极其过分呐，哪有人因为一场赌注就叫人六亲不认的呀？沈青衣，父皇，晨曦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每个人都可以生儿育女，所以这世上的父母不需要考核便可以为人父母，包括那些自私自利、贪慕荣华的小人，他们把儿女当成荣华富贵的垫脚石。试问这样的人真的配当父母吗？前几日花灯会的时候，父皇也见过晴香院的那些女子，如果晨曦说平儿也曾遭受过那样的苦难呢？景帝起初还只当他是胡乱发泄，可是听到最后，脸色却瞬间变了。晴香院，那个满是受害者的地方，堆满了疯疯傻傻饱受凌辱的女神，白家竟然如此卖女求荣。白夜，既然是你自己打的赌，那就当言出必行。皇上，还不跪下！皇权的威压下，他不可能反抗，只好不情不愿地给平儿跪下磕了3个头。白平儿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多年的仇恨和压抑的痛苦，似乎都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了。往后余生，他再也不会想起这些恶人。如今恶人都已经得到惩罚，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，别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，好吗？八王妃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素昧平生，却能对他感同身受，还将他所受的苦难全部还过去。这样善良大义的女子，即便说是他的再生父母，也不为过。平儿姑娘，你这可折煞我了。我的年纪比你还小呢，怎肯让你跪我呀？若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就唤你一声平儿姐姐，如何？承蒙八王妃不嫌弃，我怎会觉得不好？那就这么决定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过几日再来看你。好。秋实，八王妃已经拿到了百香草，给我开了治病的良方，还替我惩治了陈楚林和白夜。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的，只愿能嫁一个达官显贵，在朝堂上帮帮八王府。这么多年，平儿一直因为他的过去和他的病情，不愿与他在一起。没想到此刻他竟然松口了。八王府，沈清一刚回去，就发现萧慕恒已经被传召入了宫。什么时候走的？王爷刚进门，宫里就来人了。刚才大赛结束的时候，萧慕恒为他作证的那番话，他就担心会招来麻烦，可没想到麻烦来得这么快。王妃，门外有人求见。来人说他姓宋，还说王妃一听就知道他是谁了。沈清一脸色蓦地一变。皇宫御花园凉亭，父皇，宋先生的事，老八已经办了好几日了，也不知进展如何。太子大可放心，八王爷在炼药大赛结束时承诺了，只要宋先生的病好了，自然会为朝廷出一份力。那他现在身体如何了？太子殿下放心，八王妃已经为宋先生诊治过，想必很快就能治好。宋先生应该就能入朝，与我等成为同僚了。恭喜父皇，终于得偿所愿。这回多亏了老八，父皇一定要好好嘉奖他才行。他这番说辞胸有地宫，挑不出任何毛病。果然，下一秒却听景帝威严的道：“老八，你就没什么要说的？”很明显，这是在跟他确认结果。回父皇，宋先生的病能不能治好还是未知数，所以他最后到底愿不愿意做官，儿臣也不敢保证。八王爷，您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，难不成您把话说得这么好听，只是为了抢夺百香草？叶丞相，注意你的言辞，你这是在指控八弟欺君啊！老臣不敢。不过太子殿下，您之前听过宋先生患病的事吗？哪有这么巧？沈清一想要百香草，宋秋实就刚好病了，这很可能是沈清一瞎扯，然后萧慕恒陪着演戏而已。如今这事儿已经不只是完不成任务这么简单，而是涉及到欺君之罪，所以他立刻召集几位重臣联合太子前来戳穿萧慕恒的算计。其实想要证明八王爷的清白也容易，只要皇上派个太医去看看，真相如何不就见分晓了。老八，你意下如何？何必出宫求证这么麻烦？只见沈清一带着一名男子缓缓地朝他们走来。八王妃的行为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，没有经过皇上的同意就随便带个陌生男子入宫吗？叶丞相怎么比父皇还急啊？父皇还没说话呢，您倒像是这宫里的主人。沈清一，此人是谁？草民宋秋实，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混
混账东西！平日就知道吃喝玩乐，老八能办成的事儿，为什么你办不成？母后，又不是人人都有沈清一那样的王妃。若是这回老八治不好宋秋实的病，不也照样会失败？你那太子妃也真是没用。若她有沈清一半分聪明，也不至于让八王府如此嚣张。不过八王府曾经失势的时候，还不是母后把他们养肥的。他心里有些不满，但没敢表现出来。那母后可有什么办法制止那沈清一？总不能一直让他这样下去吧？如意，夜八王府，萧墨恒，这是本王欠你的洞房花烛，今日之后，你便也住在听风院，不准再回去。谁要跟你一起住啊？你不和本王住，还想和谁住？既然八王爷这么盛情邀请，那我勉强考虑一下好了。不过住不住这儿，还得看你表现。是像大温当晚那种整夜不停歇的表现吗？滚！王爷、王妃，宫里来人了。如意姑娘，这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如意，有什么事吗？回王妃，皇后娘娘想见你，奴婢特来请您入宫一趟。如意姑娘可知皇后娘娘所谓何事？奴婢不知。如意坐在马车外，给他们留了单独相处的空间。忽然马车猝不及防地狠狠颠簸了一下，两人脸色都是微变。如意姑娘，但马车外的人并没有应他，他心下一沉，迅速推开了马车的车门。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无人的小巷，这根本就不是去皇宫的路，而且如意也已经不在车上了。来人！顷刻间，就有无数黑衣人冒了出来，与暗卫们缠斗在一起。走，那边是死路，一会儿你就靠着墙，躲在本王身后。好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角落的菜篓子里猛地跳出来一个人，沈清一。一道人影陡然从旁边黑暗的岔路口窜出来，挡在了他的身前。如意会舍命救他，他们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关系了？沈清一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如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有，我很清醒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八王爷，还不快把这名刺客杀了？难道你想让他回去禀报皇后娘娘，说我就是今日坏事的叛徒吗？如意眼睫颤了颤，别开了视线，袖子里忽然滚出一个木蓝色的小瓶，可是看到这小瓶，却急不可耐地伸出手，想要将它抓回来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怎么了？世界药又怎么了？为什么他会有这样浓烈的情绪呢？陈如意，你非要本王亲自去查验是不是？皇后到底有没有你这样一个远房亲戚？你到底是不是冒名顶替的？还有你吃的药到底是什么？你觉得本王查不出来吗？你想怎么样？告诉本王，你到底是谁？5年了，我是谁还重要吗？仙医。与他相认之前，他什么都可以忍，哪怕那一剑刺中他的胸口，疼得无以复加，他也没有掉半滴眼泪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就只是听他唤了一声仙医，他所有的委屈便如洪水一般倾泻而出。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，5年了，已经还记得我的药是什么模样。为什么你没死？为什么你会变成陈如意？为什么要留在皇后身边，不来找我？但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如意会救他了，不应该说是叶仙医，因为她是萧梦恒的王妃。叶仙医不想让八王府被皇后刁难，也不愿伤害她这个八王妃，所以选择了牺牲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件事得到最妥善的解决。为什么你没死？为什么你会变成陈如意？脑海中不断回荡着萧梦恒这个问题，于是不由自主的，他又想起了他前阵子与他表白时说过的话。本王只是欠了丞相府一条命，所以对他格外照顾些罢了。可如今这人是又死而复生了吗？沈清一心头忽然涌起了一丝荒唐又好笑的感觉。没有为什么，我自然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其他的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。叶仙医，这就是你无缘无故消失4年后的交代吗？对不起，八王爷，你如今是以什么立场来质问我，指责我？他的眼神若有似无地掠过一旁的沈清一。你已经有娇妻美眷在旁，我的事对你而言还重要吗？所以别再管我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沈清一忽然就觉得自己像一个碍事的旁观者，影响了他们的真情流露。他扯了扯唇，转身走了。毕竟叶姑娘救了他，他也该知恩图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那我应该在哪里啊？要是本王没记错的话，出门之前说好，今晚开始你住听风院。八王爷，
从前我一直觉得你们这种封建王朝的男人，张口闭口都是本王，也是正常的事儿。可是见到叶姑娘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其实不是你不懂，而是我不配。沈清一，没有什么配不配的。我认识他的时候情况特殊，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后来习惯了，便一直没纠正。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应该也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但我从来没觉得你不配。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只是习惯，只是习惯。我不知道你介意，以后我会改。现在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一股淡淡的牡丹香钻入鼻息，他瞳孔骤缩，一下子推开了他。你刚才抱她了吧？叶姑娘为我挡箭受伤，我十分感激，也非常理解她不能走路需要人抱着。不过我很好奇啊，你的腿还瘸着呢，自己走路都困难，是怎么做到非要抱她的？因为太紧张忘了使唤其他人吗？他冷不丁的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他问的时候竟然是希望他否认的，可是他没有。萧墨恒，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没有问，因为我在等你主动告诉我。不过你好像并没有这个打算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5年前我出征打仗时被敌军的毒箭射中，双目失明，险些丧命，是他救了我，治好了我的眼睛。4年前他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一直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今日他会突然出现，还成了皇后身边的大宫女。如果说5年前叶仙依救他还可能只是举手之劳，那么4年前的挡刀却是奋不顾身舍命相救。很明显，这1年的时间里，叶仙依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那么他呢？你喜欢他吗？虽然你辜负了我，不过死而复生本来就是很离奇的事，你也不是故意欺骗我的感情，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什么叫辜负了？你的心上人回来了，我不该退出吗？不管我与他过去如何，现在我的王妃都是你，也没打算跟你分开。你死了这条心吗？我说过绝不会跟别的女人分享我的男人，所以你不跟我分开的意思是打算舍弃他吗？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他若有什么需要的，我都会尽力帮他。但你才是我的王妃，是我想要在一起的人。青衣，刚才我看到他太惊讶，把你撇在一边是我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知道了，不过你今晚表现不好，天凤院我就暂时不去了，等过几日再看。好。皇宫凤央宫，陈如意，这就是你替本宫办的事儿。沈清衣和萧墨恒毫发未伤，而本宫的人马全军覆没，你怎么还有脸回到凤阳宫？奴婢该死，是奴婢辜负了娘娘的嘱托，求娘娘赐奴婢一死。皇后当然不可能赐死她，平日里如意还是很合她心意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奴婢去八王府传了您的旨，八王爷和王妃便立刻跟奴婢走了。可是当马车驶入玉记的小巷，我们的人马出现时，八王爷的暗卫也出现了。他们显然是早有准备，杀尽了所有刺客，且没有放过奴婢。奴婢侥幸才捡回了一条命，被人送回宫里，是奴婢愚钝，奴婢该死。算了，这回就看在你也重伤的份上，本宫饶你一命，再有下次绝不轻饶。多谢娘娘不杀之恩。第2天，宫里就传出一则消息：太子向皇上求旨，要纳如意姑娘为侧妃。什么？他下意识地看了萧梦恒一眼，便见男人的脸色瞬间阴鸷到极点。虽然他昨天还说不必替叶仙依操心，可是在他心里根本不可能不管叶仙依吧。太子突然掺和进来，一定是因为叶青山又做了什么。既然他知道仙依的身份，为何不直接把仙依易容的事告诉皇后，反而这么大费周章的试探？或许他的目标不是叶仙依，而是八王府。萧墨恒，我们入宫去找如意吧。可是现在去见如意姑娘，不就是摆明告诉太子，王爷和如意姑娘有关系吗？如今我们越是亲近如意，皇后越是会觉得我们是在离间她和如意的关系。王妃英明。萧墨恒看着他坦荡的背影，他似乎真的是全心为仙依着想，想要帮仙依解决麻烦，可是他就一点都不介意吗？八王爷，八王妃，太子要娶你的事，你知道了？知道。宫里不安全，你还不想离开吗？对不起。叶仙依，到底什么事这么重要，让你宁愿嫁给太子，也非要留在皇后身边？你是不是觉得无论如何本王都会帮你，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？我不需要你帮我，我留在皇后身边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你别再管我了。叶姑娘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我有个问题。既然你留在皇后身边的事如此机密，
连八王爷也不能说，为何叶青山会知道？不是我告诉他的，我身上有他下的追踪伞，所以不管我走到哪儿，他都会发现的。他知道你假死的事。叶仙一眸色一闪，避开了视线，所以他就独瞒了他这么多年。八王妃，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，你会履行诺言帮我吗？我会。就算叶仙一什么都不说，八王爷也做不到袖手旁观吧。多谢八王妃。你先跟我说说现在的情况吧。赐婚的事，太子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没说什么，是皇后娘娘问我愿不愿意做太子侧妃，我拒绝了。可是很快太子请旨的事就传出来了，他只是让身边的小厮知会我明日去承欢宫一聚。承欢宫？太子想和叶仙一一聚，为什么不直接去凤央宫呢？莫非如意姑娘，你能不能约叶青山见一面？丞相府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太子请旨赐婚的事儿，是你安排的吧？是又如何？叶青山丝毫没有抱歉的意思，因为他很清楚萧梦恒有多爱这个女人，只要叶仙一有事儿，他绝对会不顾一切的出手，哪怕会祸及自身。所以最终叶仙一不可能嫁给太子，只会被萧梦恒救走。这件事能帮太子，也或许能帮我，可你在这其中得到的利益实在太少，你不觉得亏吗？与你何干？我可以帮你，你不需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抢走你的幸福，有些事儿你完全可以自己上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？明日太子约他在承欢宫见面，其实只是假意，真正的目的是引萧梦恒前去，设计一场捉奸的戏码。说是你想明日进入承欢宫的人，也可以是你。如果他进了承欢宫，那么被捉奸的就会是他和萧梦恒，到时候萧梦恒就不得不娶她了。那就这么办吧，明日我会去承欢宫，不过你若是敢耍什么阴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虽然会得罪太子，但是只要能嫁入八王府，他不在乎。八王府前厅，怎么样？王妃放心，已经办妥了。说着，他掀开了那块红布，露出一块巨大的匾额，匾额上赫然刻着“承欢宫”三个大字儿。就算父皇也未必能看出差别，别说叶青山了。明日叶青山会约太子去昭禄宫，而昭禄宫就在承欢宫的旁边。只要换一块牌匾，那么不熟悉皇宫地形的人去了，绝对无法分辨。叶青山一大早就起来梳洗打扮了一番，去了承欢宫。他走了半天，远远地看到了那座富丽的宫殿承欢宫。大殿中熏香四溢，散发着令人心神悠远的味道。